啊，好了，这来襄阳啊，你会发现这襄阳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店特别多，它整个这个城市烟火气就非常足。今天我们找了几个小馆子给大家看一看。前天是吃的牛肉面啊，今儿早上起来得干个这个啊，叫南漳猪油饼。老板要等多久啊？10分钟。哦，哎，我讲这个猪油饼啊，让我惦记好几天了。油面铺开之后，面饼上面码满了这个肥肉丁，然后是弄上葱花。这个面也是和了油的面啊，油面。不是油面，不是油面，这就普通正常的面。对就正常的面。这我刚才说来不对了，但这是死面饼，是发面。我又说错了。到底懂不懂美食？对，哎呦，哎，这猪油饼啊，看看，哦，哎，下面吃一口，厚厚的芝麻，薄薄的饼身，然后这么吃了之后，它里面这个猪油这个香味哇就出来了。这个饼就得热乎吃，就稍微凉点都不行，就像咱那个商场里卖那种锅盔似的，但它里边没有那种瘦肉丁丁，它里面全都是猪油跟肥肉丁丁。哎，它外面刷这层辣椒超辣。外面辣，里面香，看这肉丁丁没？都看不见的这种，然后他就把这个肥油啊都埋在这里面了，要有一部分化了，一部分埋在这儿，唇齿留香，然后就这意思，你根本看不着，它那个葱香跟这肥油就已经漫开了，它就像你渊博的学识一样，知道吗？你就是一张嘴就让人知道，我操，这人真他妈有文化，就这感觉。这个猪油跟这张饼。就像是知识跟你一样，你看着空空如也，但其实已经都被你吸收了。考试的时候就能见分晓。你们看我身后，我看这一片楼，就老城区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楼，然后当地很多小店也都在这种很旧的这种破破的小屋里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就当地的美味也都藏在这里边，看着平平无奇，你进去一家就是好吃的馆子。走在襄阳啊，它没有那种特别多那种特别豪华的馆子了，没有啊，都是这种小趴趴的建筑。宏伟二食堂，这个宏伟，它其实是原来这边有个厂子叫宏伟厂，后来这厂不干了，但是当年这厂里的人还经常来这吃饭，他们家敢自称二食堂，就可见他家这个家常菜做的应该是相当靠谱的，就得进去尝一尝。啊，老板不在啊，看看这菜单。全都是这是家常菜，醉虾、白斩虾、红烧、干煸、爆炒，再来个腰花吧，来个红烧黄鱼，再来个啥？再来个醉虾，尝一尝。找个地儿走。我去，就是活虾就。这个醉虾啊，醉虾。对。哦，好，这些人当地人都爱吃这个。对，人们都喜欢吃这个。当地养殖的小白虾啊，就拿点这料，拿点这酒一拌。虽然很多小伙伴会说啊，这个醉虾是寄生虫啊，但是这是当地人他客观存在的饮食习惯，所以我们做吃完故事就过来给大家尝试一下，觉得有寄生虫的，想打弹幕的。
认为它不好的小伙伴啊，您多担待。我们也不是爱吃，就是替大家尝试一下。然后这个虾，哎呦，这喝醉了，哎，醒醒，哎哎。但是他是这个养着小活虾，他也没有去虾线啊，这虾头啥都没处理，就吃虾身子，晶莹剔透的。然后虾头不要吃，啊，你说我吃它不会动吗？太他妈残忍了吧！还雇佣着，我找这个醉了的。哇！我吃了啊！我就是真是为了节目。不是刚才那感觉太罪恶了。我这人本来就不爱吃肉，还他妈心地善良。我他妈这么阳光的这么一个人，被逼的他妈的在这干这么个事儿，不是我。哎，它这味儿挺鲜。弄个小的，弄个小的，哎。我觉得就是当咱干这种事儿的时候，咱就最好不要注视着它，咱就当这事儿没发生。你看，哎，你看窗外有个小猫，哎，你看，春暖花开了，是吧？嗯，这种个猫，你看，它这个泡的这个酸酸的、咸咸的，然后带着这个虾的这个清爽，还用着这个白酒跟这个啤酒啊，这个酒味还是挺重的。反正就这两个酒这么一泡，好家伙，先来一轮啤的，再来一轮白的，这谁受得了？所以出门在外不能乱喝酒，尤其是不能喝掺酒。啊，你看喝个掺酒，完了吧？回不了家了吧？吃口米饭。哎，这桌我们点了4个菜，足足够吃的了。你看它这个盘子有多大？这当地的盘，这是当地的啊。这2个盘是真大，我跟你讲这。你看这出来吃饭，就这2盘，基本上能把一桌都摆满了。那这是个麻将桌，就当地生活是很惬意的。吃完家常菜，咔咔咔就干麻将，干完麻将就可以吃晚饭了。刚炒出来这个腰子，一定得趁热吃。这个腰子可以啊，这个腰子火候把握的特别好，非常的嫩，而且吃之后它嘴上的入口它是脆的。这一口腰花，你看它这个刀工咱就不说了，你看它这个火候，反正一般来说啊，吃腰子得快，稍过一会儿这腰子就老了，就是嘁哩喀啦就那几秒的事儿。舒服。我们在武汉吃过这个，上次吃干煸藕条就是在武汉。这东西除了湖北真不好找，就是鲜藕外面裹了面糊，裹了之后过油，然后跟这个芹菜、辣椒、花椒一起爆炒，还有这个鲜藕的这个脆和嫩。这东西，像这种干煸藕条这种，我觉得就属于啥呀？它就像那种休闲菜一样，因为你吃了之后你就停不下来，就不停老想吃。而且它跟炸薯条不一样。炸薯条它里面是软的，外面是脆的。这个东西是外面是软的，里面是脆的，它越嚼越香。它这个藕的这个鲜劲和这个脆生劲，你吃出这个有这个香，有辣，有这个麻，它这口味非常丰富。然后就尝这个鱼，这绝对是下饭菜。我平时我不太爱吃鱼，但是这个鱼你知道吗？就做的我现在就看着都蠢蠢欲动了。而且肉超嫩。你咬着它那个躯干那个主刺，放舌头上，拿舌尖一抿，然后它两边那个肉特别嫩，特别碎，一下就下来了，也没什么乱刺儿。哇，这个太好吃了！它这黄辣蝶，你看个头不大，但是挺肥的。这一口这肉太舒服了，这当地还是非常有特点的。听慢了啊！哎呦，开了！你这仨人是打啥牌？打差不多。这是襄阳打法吗？3个人打。3个人。哦。
看见了吧？然后就是这儿，哎，吃完饭，然后桌子一收，下面就是麻将桌，就开始了，非常惬意。走到这儿，你看在襄阳的城市格局啊，旁边就是这个一新的商业区，但是这边还都是一些老的这个旧楼，但是就是这里面藏着那个我今儿说的那个叫清汤的东西，应该就是这儿。对，哎呀，清汤是啥呀？我们襄阳叫清汤，外地有的地方叫馄饨。在天津那叫啥来着？菱角汤啊，然后温州的叶馄饨啊，这个铺是不是跟那特像？在这儿叫清汤。这个炒薄刀有点肉什么的，没有。行，反正我也不爱吃啊。哇，先尝一下这个啊，这清汤，这个清汤可不清啊，这全是油花。然后这个皮儿啊，老板娘说是自己擀的，你看，非常的薄，薄如蝉翼，上面撒着点点胡椒。知道这个胡椒味好重。它虽然看着像这个叶馄饨啊，但是它跟这个温州的叶馄饨比的话，它没有那么多什么虾、这个海米啊这些的这个海边的东西，它上面就飘的就是油汤，然后撒的就是这个胡椒，然后这个一个下去根本吃不着味儿啊，它就是香，然后呲溜就下去了，啊，那是皮儿大馅儿少那种，它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它大调子就是油香跟胡椒的这个焦香，这个东西晚上吃它那香啊，它吃它就停不下来啊。那旁边这个炒薄刀有点像拉条子的，你看这面条粗的，配的是胡萝卜丝儿跟肉丁，还有白菜丝儿，这一大盘。这个碳水配碳水的快乐，它绝对是世界通用的。然后你这么一拌啊，你这么吃呀，其实是有点噎的，你必须得搭配着这个清汤。还有加这个辣椒跟醋之后香了，它这个也是油香很重，胡萝卜的这个甜，还有白菜的这个清香出来了，带这个肉的味道，是啊，有点像拉条那个意思，但是炒拉条的汤汁比较多，而且它那个炒拉条那个洋葱味那个菜味很重，这回清汤。这个油香味太浓了，哇！我像这个辣，这边是辣椒辣，这边是胡辣的辣，但这个汤香，这个面香，你就吃了之后就停不下来。我像这个嘴，其实就这么一个搭配，也体现了襄阳这个小吃啊，这个南传北马的这个独特性。四通八达的各地的东西都汇聚到这儿了，所有东西汇聚在襄阳，又形成了襄阳自己的风格。哇，是吧？哎，你别说啊，我就突然想起来了，你说咱这个俄罗斯做的那个萨拉，生猪油你腌的时候上面撒的也是这个胡椒，突然之间就找到了一丝国际性的关联，世界大同的感觉，是不是？这就确实好喝啊！孙女啊，哎呀，我的馍馍，哎呀，我问他吃不吃，他说吃。逛超市去了。这边都是新建的楼吧？啊，对。那你这边回头拆迁吗？这说了20多年了，也还没拆动。没拆动啊。对。但我看襄阳这老房子挺多的。拆的多呀，那以前这对面全是像我们这样的房子。整个都拆完了。留点这个挺好的，这多有记忆感。我们这趟街现在，以前这儿一到晚上都黑灯瞎火的，都看不着人。这路都是才修的。以前他爷爷奶奶，我看，60几年、70几年的时候，那都是扁担一条嘛。他有个那个帮忙，跟温州一样，当，你这一敲，人家都知道外勤郎的来了。特别像咱们在温州见的那个叶馄饨，
对吧？骑个小车，然后里边有碗，然后有着这个馄饨皮儿，有馅儿，然后再随着包，对吧？这边就是个炉子，随着煮。对。这是您母亲那边？不是，是我们老公他们家祖传下来的。哎呦，你这是老物件了。对，这不调了100多年了。调100多年了，好家伙！那这到您这儿是第几代了？我第4代。到你这儿都第4代了。啊，我从82年接手的，光我都做了40多年了。这清汤条子只有我们这一副。OK。别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嗯，100多年了。从我这嫁到他们家来，这个都在这儿在用，你看。结实的很吧？我们这发现啊，这个好吃的东西啊，都还在这个小趴趴这个篓里。一般的，人家不说嘛，好久不怕巷子深嘛。哎呀，你这真是难得，反正配方这些都是一直就这么传下来了。啊，对，你不到湖泊，我们那也全是手工的，纯手工的弄出来的。对，这玩意儿你还往下传吗？我们儿子不接手了吗？儿子接手了。啊，儿子也都学会了。那要真正我们到时候真正说哪有不老的不死的呀？我们走了以后，他还要指望这吃饭呢。您儿子愿意接这个活？他愿意啊，他喜欢干这呀。你看我们儿媳妇那都是那武汉大学毕业的，嫁过来以后，他说他也愿意干这。那是你出去上班哪有家里干这个踏实，对吧？这1分钱是1分钱的。哎呀，反正他们喜欢干这，总的来说喜欢在街头弄。